你知道你家里的明财位在哪里吗？想学会看懂明财位，其实是不需要复杂的风水知识的。最重要的是找到明财位后，要知道怎么去处理得好，怎么去催旺，为自己和家人带来很好的财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祥仔，欢迎回来。今天来详细和大家分享一下什么是风水学中所说的明财位，同时又要如何找到家中的明财位，在明财位中有哪些注意事项，以及催旺明财位的方法，让你可以一眼找出自己家的明财位，而且还可以为自己布局催旺财运了。满满的干货，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。视频的内容比较长，大家记得点击关注后慢慢观看。祥仔奇幻游是个资讯类分享频道，有时候也会分享手相和风水的相关知识。祥仔也是在不断的收集资料中，对各种知识进行学习后再次分享给大家。目前还没办法通过所学知识给大家答疑解惑，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祥仔的视频，就多去分享和关注祥仔后面所做的内容吧。好啦，我们言归正传。之前专门讲风水财位的视频中，有同学私信留言说太难了，可能是在那个视频里一下分享了太多种财位了，又流年财位，又悬空飞星财位，又个人财位的，大家一次消化不了。今天我们就先来专注分享明财位吧。所谓风水，其实就是峦头和理气的学问，而峦头风水就是指看得见、摸得着、感受得到的风水。比如说横梁压顶，容易给人压抑的感觉，影响人的情绪与精神状态，这就是峦头风水，大家可以真真切切看得见、感受得到的。理气风水就是指看不见、摸不着、感受不到的风水，比如九宫飞星风水，2024年五黄大凶星飞临正西的方位，如果你的卧室或者大门刚好在这个方位，或者是在这个方位上摆放有红色五行属火的物品，助长了五黄煞的负能量，那就增大了应灾的几率。而什么是五黄煞呢？长什么样我们看不见、摸不着，也感受不到，这就是理气风水。明财位是可以根据我们家里的峦头格局找出来的，之所以被称为明财位，就因为它是能够让我们一目了然找到的财位。而另外一种要用理气风水方法找出来的财位，就叫暗财位了。这次我们就先分享明财位，如果大家有对暗财位感兴趣的，记得留言私信给我。如果感兴趣的人很多，后面祥仔一定专门做视频来讲解。刚刚说到，风水是峦头和理气的学问，也是一门讲究阴阳的学问。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阴阳现象无所不在，有阴就有阳，有动就有静。我们要找到家里的明财位，就要先找到家里的动静位。所谓动静位，就是在一个房间内或空间内的动位和静位。动位的气场总是处于一种变动、不稳定的状态，因此在动位做一些机动性质的活动比较有利。而静位是指气场稳定并且十分聚气的位置，适宜做一些比较稳定安静的事情。那么一间房子最大的动位应该在哪个位置呢？想必大家应该已经猜到了，没错，就是我们人经常走进走出、最为流动性强的大门。当气进入了房子之后，就会慢慢地散播到房子其他的角落，而离大门越远，则动位减弱，静位增强。那么离大门最远的就是与大门成对角线的位置了，因此与大门成对角线的区域就是静位，也叫聚气位或者明财位。明财位一般是在房间开门后45度角的位置，但有些人的房间或者客厅会比较长，所以不一定是在45度的位置的，在门口的对角位置即可。如果门在房间的左侧，则明财位就在开门后右前方的对角位置；如果门在房间的右侧，则明财位就在开门后左前方的对角位置。如果住宅门开中央时，明财位就在左右对角的位置，偏向选取有石墙比较聚气的一侧。如果真的很难分得出的话，可以选择左边的那一侧为明财位。那我们知道明财位的位置了，就要看看这个位置符不符合条件，拿来作为明财位来催旺了。明财位的特点是什么呢？明财位喜静不喜动，最重要的就是能够聚气，所以不符合这两点的话，就不适合拿来当明财位来催旺了。在这个位置如果有门、窗口或是走廊，这些都属于动位，就不算是明财位了。
还要小心会因为泄气而出现破财的问题。如果刚好在这个角落有柱子、横梁，或者有凸出来的尖角，也不可算是明财位了，因为气场已经受到煞气的压制。如果刚好楼梯正对这个位置，或者有卧室的门或其他的门对着这里，再或者经常会有人在这儿走来走去的，这样也会造成气场的不稳定，导致无法聚气，就不适合作为明财位来催旺了。所以明财位一定是要有实墙，周围最好要有靠山，比如其他房间的墙或到顶的柜子等坚固物体，这样才能藏风纳气，招来好财运。我们现在知道了明财位的位置，也确认这个位置可以做明财位了，接下来就可以开始布局来催旺我们的财运了。祥仔这里主张先避凶再趋吉，虽然明财位不是凶煞位，不需要化煞避凶，不过还是有一些地方是要注意的，以免自己破坏了明财位的格局。第一，明财位忌空，财位需要依靠墙面，象征无后顾之忧，还藏风聚气。如果财位背后是透明玻璃或者是落地窗，会使得风吹走财气，不仅无法积聚财富，还会因泄气而有破财的问题。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不要打开这个窗，以及加装厚重的窗帘，让财气不外露。第二，明财位忌压，财位上不能摆放高大的物品，比如衣柜、书柜，或者是比较高大的东西等等。这些东西如果摆放在财位上的话，会令财位压力重重，使得财运受到压迫，会直接影响到家中钱财的进账速度。第三，明财位忌暗，财位上宜明亮，忌阴暗，这也是风水的基本常识。财位阴暗就是此处没有生气，因此赚钱会很累，很难发财。如果明财位的角落不够明亮或是不够理想的话，建议在天花板上装个黄色射灯向下照射，这样做也有利旺财的。第四，明财位忌污，记住任何时候家中都要整齐、明亮、清洁的，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接到财神爷啊。同样的，家里的财位更应该整齐、明亮、清洁。明财位如果是堆满杂物或者是脏乱不堪，那么主人本身的理财能力就会比较弱，而且花钱也会比较没有节制。千万不要在明财位摆放生活旧物和垃圾桶，破旧物品容易招来霉运和负能量，不利于明财位的运势。尽量将破旧的物品及时处理或者丢弃。第五，明财位忌冲，风水学最忌尖角冲射，所以明财位附近不宜有尖角直冲出来，会把财位的财气给斩断。如果有楼梯、有卧室的门或其他的门对着明财位直冲过来，而且距离很近的话，也会冲散明财位的财气。可以根据这个方向的五行放白色水晶球或者是紫金洞，化解煞气的同时又有力催财。第六，明财位忌动，明财位喜静不喜动，最害怕的就是受到干扰和影响。一旦有外界的干扰，就会使得家人的财运发生变化，也会导致家里的钱存不住，需要花钱的地方特别多，很难存到钱。所以在财位上不能摆放会发出声音的电器，比如电视、音响或者空调，尤其是空调。空调是专门向室内各个方向吹冷气的，因此会把明财位的财气冲散。好啦，祥仔已经教大家精准地找到了家中的明财位，并且说明了明财位的6个禁忌。后面祥仔会给大家分享如何布局催旺我们的明财位，以及我们普通人对风水的一些错误认知。因为干货比较多，祥仔分2次给大家分享吧。大家也可以根据刚刚分享的内容，先找到家中的明财位，看看刚刚讲到的禁忌中自己有没有中招的。如果你的明财位上出现了刚刚提到的禁忌，在避开禁忌之后，有想过怎样自己来催旺它吗？快来评论区一起讨论吧。好啦，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吧，大家记得订阅、点赞、分享、收藏啊，我们下次再见。